当这一道女人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一心二用的苏无忌极为惊喜，瞳孔之中骤然亮起了星辉。让慢些，他说道，我已经按照了我爸的方式感知到了白木哥的身体状况，他的体内似乎也有一股力量正在抗衡着这种毒素。此言一出，许家烟看了看躺在苏无忌怀里的东亚叶皇，轻轻地吸了一口气。他虽然之前没见过白木哥，但是早就听过这个名字，竟然是首都白家的大小姐。在机舱顶灯的映射之下，白家千金此刻仿佛被抽离了所有锋芒，墨色长发散落在作战服褶皱间，脖颈泛着冷玉般易碎的清白。苏无忌这时候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白木哥的那几个手下都死在了毒雾里，只有他一直活到了现在。这姑娘和自己一样，都是提前练习着某种高端功法，体内已经自行调集力量，在对抗着这种神经毒素。用你的力量运转路线去呼应他体内的力量，你可以更仔细地感受着他体内的状况。电话那边的女声很平静，语调很稳，不急不徐，像是古琴波动时泛起的涟漪，似乎听了之后立刻就能抚平所有听者内心之中的焦躁与不安。苏无忌喊道，我感受到了。这种力量你可以笼统地理解为生命之力。苏无忌的老妈说道，小白的力量运转体系和你是同宗同源的，你现在可以回想一下《南海手记》的第1篇章，抛开翻译本的内容，回想一下原版字迹的形状。苏无忌这时候并未注意到老妈对白木哥居然这么了解，他问道，抛开手机内容，只想字迹形状。那一道温柔婉然的声音继续响起，不要把原版的文字当成文字，而是把它们想象成能量流转的图谱。苏无忌之前在阅读原版《南海手记》的时候，可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他闭目凝神，于是那些像是象形文字一样的字迹开始如同电影一般在他的思维之中闪现。那些字迹似乎已经活了过来，那一弯一折好像勾勒出了经络走向，那一撇一捺好像化作气脉奔流，一道道开悟的灵光也犹如闪电一般，一次次照亮了苏无忌那充满焦急与担忧的混沌脑海。火肿了，苏无忌说着，手掌已经微微发热，一股属于他的温暖力量以轻柔的姿态出现。他的掌心已经腾出了淡金色的雾气，如晨曦穿透林间雾霭，开始缓缓注入白木哥的小腹之中。于是一旁的许家烟便很是惊喜地发现，白木哥那毫无血色的脸居然恢复了一丝微微的红润。苏无忌的老妈说道，这毒素对于小白来说并不是直接要命的剧毒，继续保持住，力量不要断掉，半小时之后就可以见到结果。苏无忌继续一心二用，一边引导着力量和白木哥体内的毒素对抗着，一边说道，情况好像稳定住了，谢谢老妈，您比我爸靠谱多了。而这时候他也感觉到，似乎是在南海手记的力量体系引导之下，白木哥的那些力量在明显得到了增幅的同时，似乎还带上了一股欢快的情绪。两股力量互相纠缠，渐渐引发了共鸣。白木哥语节轻颤，褪去血色的唇瓣逐渐滇开一抹淡淡的珊瑚色，像是雪地里绽开的早樱，动人之极，又无比的惹人怜惜。好，你继续吧。无忌老妈补充了一句，你爸去联系你傲雪阿姨了，毕康的生命科学专家已经向命海集中，会尽全力救治白木哥的。听了老妈的承诺，苏无忌心中大定。末了，无忌老妈补充了一句，小白这丫头
人不坏的。苏无忌这时候可没有仔细去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正在集中精力感受着的白木哥的体内状况。这一次所谓的疗伤，是他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全新体验。以往的他从来没有在身体层面上对力量进行过这种细腻的微操，也让苏无忌对自己的功法理解更深刻了一些。只是在操控着力量驱逐那些毒素的时候，苏无忌忽然想起了老妈刚刚所说的那句话：小白的力量和你是同宗同源的。老妈好像对白木哥很了解的样子。他的心中泛起了些许疑惑。在苏无忌跟家长打电话求援的时候，这架直升机已经飞越了华缅国境线。40分钟之后，降落在了瑞腾机场。宋鹤鸣已经协调了一架专机，提前在机场等着了。白木哥被苏无忌小心地抱起来，送上专机，直接飞往宁海。他的面色始终保持在微微有一丝红衣的状态下，脉搏的跳动比起之前也要稍稍有力了一些，已经不再像一具冰冷的冰雕，甚至有细密汗珠凝聚在他的鼻尖。此刻的白大小姐躺在飞机后舱，褪去了所有的锐利与阴影，看起来就像是童话里吃了毒苹果的白雪公主，满是脆弱与安宁。而这时候，华夏首都国安总局的会议室里已经是一片沸腾了。在场间坐着10几个人，基本都是身穿公安制服的高官，以及身穿国安制服的国安局领导。经常看电视新闻的人，应该能对这些名字耳熟能详。我们正准备1周之后进行收网行动呢，缅北就乱成一锅粥了。这倒是省了不少事儿。我们好不容易让卧底潜伏进电诈集团，做了那么多的前期准备工作，可今天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被控制的人就全跑光了，几万人稀里哗啦地冲出来，太壮观了。边境现在挤满了人，边境管理局负责审查的人手都不够用了，估计这越境队伍得排上3、4天。据说克钦帮反叛军也受到了重创，3号人物哥杜拉在冲突中死亡，反叛军对电诈园区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而这时候，会议室的大门打开，中央调查局的常务副局长宋鹤鸣走了进来。走在他旁边的则是拄着拐杖的岳冰凌，他脚踝的骨裂已经恢复了许多，不用坐轮椅了。虽然从级别上来说，岳冰凌的处级在这会议室里有些不够看的，但他毕竟是具体的行动负责人。像这种几大部门联合行动的会议，宋鹤鸣一般都带着他。一看到宋鹤鸣进来，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了不少。之前讨论还算热烈的国安总局领导，此刻稍稍收起了一些笑容，但还是微笑着说道：鹤鸣，你要是不来，咱们这会议都没法开始，一屋子人可就等你了。这话明显绵里藏针，毕竟宋鹤鸣掌权之后，带着岳国泰的女儿大幅度扩大了行动处的具体职能范围，强势抢走了不少原本属于国安的活。就像前一段时间对付东洋间谍的事情，以往都是国安一直盯着，哪里轮得到中央调查局以这般主导的姿态来插手。当然，由于现在岳国泰位高权重，其他部门自然只能忍气吞声，就算是见了岳格格也得客客气气。但不可否认的是，宋鹤鸣的强势插手极大地提高了所有相关部门的办事效率。在彼此竞争中，很多今年大案都相继告破，国外间谍和特工的生存土壤越来越少。宋鹤鸣笑道：诸位，这次缅北之乱是由我局行动处的一名副组长带队，完成了这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听了这句话，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下。这一次，
头功居然又被调查局不声不响地给抢了。岳冰凌难得露出了诧异的神情，他看了宋鹤鸣，似乎也有点震惊于顶头上司的无耻程度。事情的确是苏无忌办的，可人家又不是以你局里副组长的名义办的，调查局给人家提供半点支援了吗？岳格格有点看不过去，要不是看到有那么多其他部门大领导在场，他非得替苏无忌怼上老宋几句。先前那名国安的领导说道，克钦帮和佤邦的那些电诈园区困扰周边国家已久，没想到调查局竟然有这种骁勇部将，实在是让我们羡慕啊。他的话语里也有着些许讥讽，用的词是调查局有如此部将，而不是宋局长有如此部将。毕竟作为老对头，他实在是不想看到这天大的功劳落在宋鹤鸣的头上。宋鹤鸣笑道，我调查局只是开了个比较不错的好头而已，接下来该怎么办还得靠大家的帮衬，至于接下来的联合行动方案，我调查局就不插手了，由公安和国安联合决策吧，我们调查局只出人不出主意。这话一出，在场的其他大佬都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都觉得自己是听错了。一贯强势的宋鹤鸣居然转了性了，愿意把这天大的功劳让出来了。其实这也是宋鹤鸣难得要了一次脸。他以往只是把很少的一部分精力放在缅北，前期的工作量本来就不如国安和公安做得多。现在就算苏无忌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突破口，调查局想要借机扩大战果，肯定也不如另外2个部门做得好。看到宋鹤鸣主动让出后续工作，另外2个部门的领导们都明显松了一口气，表情也都缓和了一些。那名国安的领导问道，我能不能打听一下，调查局这位骁勇善战的副组长姓甚名谁啊？宋鹤鸣满脸笑容地说道，那是我的秘密武器，得保密，我要是说出来然后被你们挖走了，那调查局岂不是亏大了？岳冰凌实在是看不下去顶头上司这又当又立的模样，直接冷冰冰地开口，他叫苏无忌，请各位首长记住这个名字。而就在岳冰凌说出苏无忌的名字2个小时之后，从西南边境瑞腾机场起飞的那一架专机终于落地明海国际机场。2台喷涂着碧康医院字样的救护车早已经等在了舷梯旁边。苏无忌抱着白木哥快步走下来，小心地把他送上救护车。此时白木哥的生命体征暂时稳定，似乎距离死神已经有些距离了，但是什么时候能够醒来还是个未知数。苏无忌的担忧并未缓解多少，尤其是一想到对方是为了救自己才身陷险境，心中更是堵得慌。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一看来电，竟是有一段日子没出现的穆千羽。电话一接通，苏无忌刚要说话，便听到穆千羽说道，无忌，你别急，研究出这神经毒素的专家已经被我扣下了，正在和碧康专家们视频对接解读方案。苏无忌并不知道穆千羽怎么知道了这个消息，更不知道他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控制住杜卡罗实验室的专家。可是时间紧迫，他已是来不及多问。好，千羽，你注意安全。救护车速度拉满，一路驶向碧康总院。这一间医院是隶属于碧康医药集团所有，汇聚了各个医学领域的顶尖专家，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水平和研究成果，放眼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起码在苏无忌看来，如果宁海碧康总院都救不了白木哥，那么白大小姐就真的要和自己天人永隔了。还好
碧康总院的新址距离机场并不远，10几分钟的车程便已经到达。昏迷不醒的白木哥立刻被送进了手术室，一众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已经提前等在里面了。苏先生，我是碧康总院的院长。一名戴着眼镜、穿着白大褂的老者说道：林董人在欧洲已经特地交代过我，务必将白小姐安然无恙地救回来。他口中的林董指的自然是碧康医药集团的那位传奇总裁林傲雪。院长拜托你们了。苏无忌用力握着对方的手，他当然知道傲雪阿姨跟自己老爸那非同一般的关系，所以来到这儿，他的紧张情绪终于能够稍稍缓解一下了。苏先生不用客气，其实多亏找到了那个制毒的专家，我们才能有更稳妥的解毒方案。放心吧，手术的所有流程都已经对接好了。这位院长说完便走进了手术室。苏无忌坐在手术室外面的座椅上，心中的担心不减，也感觉不到多少疲累。放心吧，碧康有着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木哥姐一定没事的。许家烟坐在他的旁边，轻声安慰。游侠发来的那一段监控视频，许家烟也看过了。白木哥头也不回的冲进粉色毒雾的场景，确实太过于震撼。许家烟扪心自问，自己虽然天天在嘴上撩拨苏无忌，可到了那种危险时刻，真不一定能像白大小姐那般奋不顾身。希望吧，我有点乱。对于此事，苏无忌还没准备告诉白旭阳，毕竟无论是东方叶魅还是东亚叶皇，都是白木哥不为人知的另一面。5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的大门打开，白木哥终于被推出来了。他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紫色的手术服，雪白的肩膀暴露在外，嘴唇发白，语节轻颤，面色都透着虚弱。院长摘掉口罩说道：苏先生，手术很成功，也得益于白小姐本来身体素质就很好，放心吧，只要安心休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苏无忌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又问道：毒素会不会对大脑有影响？换做别人肯定会，但是碧康有纳米层级的治疗技术，再加上白小姐在飞机上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这院长深深地看了苏无忌一眼，随后笑道：就连那位制造出这种毒素的教授都不理解，为什么白小姐还能安然无恙？其实在把白木哥推进手术室之前，这院长并没有告诉苏无忌全部的真相。当时碧康的专家们在和这位制毒教授视频对接解毒方案的时候，这教授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可能救回白木哥，就算能吊住他一口气，也会变成一个痴痴傻傻的人。但现在看来，白木哥的救治过程简直称得上奇迹，体内的所有毒素都被清除掉，而大脑则一直处于无损的状态里。其实在飞机上的时候，苏无忌已经操控着力量，和白木哥体内的力量形成了防御体系，阻止毒素侵蚀大脑。太好了，谢谢您。苏无忌握着院长的手，由衷地说道，他心中的那种庆幸感简直无以言表。院长又说道：苏先生可以继续观察一下白小姐的身体状态，或许这次她因祸得福呢。到了病房，苏无忌和许家烟一起把白木哥平抱了起来，轻轻地放在了病床上。他终于松了一口气，看着那从病床一侧垂下来的尿袋，又有些哭笑不得。自己这是要第2次给白大小姐倒尿了。1个多小时后，白木哥终于睁开了眼睛，眼皮有点沉，脑袋有点昏，好似酩酊大醉了一场。
不过这种麻药所造成的宿醉感在迅速消退。此时已是凌晨2点钟了，许家烟和苏无忌仍旧坐在床边。你们……白木哥看到他们，第一反应是想要抬手摸摸自己脸上的面具还在不在，但是手背上的针头却把输液管牵了起来。他又一次地感觉到两腿之间似乎有点异样，好像夹住了什么东西，于是把手伸进被子里摸了摸，又摸到了从体内延伸出来的一根细长管子。若说第一次摸到这玩意的时候还很羞耻，第二次白大小姐心理上就好多了，她倒是莫名地产生了一点轮回的宿命感。我怎么在这儿？白木哥问道。他的记忆画面还停留在缅北的电栅园区里，一出声，他的嗓音就明显有些沙哑。苏无忌已经端了一杯温水，把吸管放到了他的嘴边。白木哥喝水的时候，苏无忌说道：东亚叶皇大人，您老人家终于醒了，下次能不能不要干这么以身犯险的事儿了？许家烟抹了抹眼泪。木哥姐，谢谢你，愿意为了我们冲进去。白木哥喝完了水，淡淡道：我当时以为闭住气就可以了。事实上，哪怕屏住呼吸，可毒素还是无孔不入的。也幸亏白木哥闭得紧，吸入量不多，不然后续治疗还是很麻烦。苏无忌说道：我是没想到你愿意为了我做到这种程度。白木哥呵呵冷笑：我没多想。他的确没说谎。白木哥在冲进去之前低估了这粉色毒物的威力，一贯擅长不连环局的他并没有想到，哪怕只是轻剂量中毒，对自己身体的影响也这么大。你就是嘴硬。苏无忌说道：你还不值得我奋不顾身？白木哥的声音冷淡，他随后看向正在抹眼泪的许家烟：别哭了，看得烦。许家烟吸了吸鼻子：木哥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虽然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救命之恩，但白木哥也确实差点因为此事丢掉了性命。白大小姐淡淡说道：你们本来就没有被我救到，谈不上感谢，更何况如果不是因为苏无忌也在，我不可能进去救你。这句话其实已经无限接近于事实了。苏无忌才是要救的那个，许家烟就是个附带的。我不在意这些，反正木哥姐，你是我永远的朋友。许家烟下了个决心，起码当着你的面，我不会跟无忌聊骚了。听到这特别的感谢方式，白木哥的唇角难得的翘了一下。他随后淡淡说道：你先出去。许家烟立刻答应：好的，都听木哥姐的。他没有丝毫辞敬的心思，起身就朝着病房外面走去。可当许家烟走到门口的时候，一道声音从后方传来：以我的身份互相保密。许家烟眉开眼笑：当然，姐姐放心。病房里再度变成了二人世界。你现在什么感觉？苏无忌问道。我希望你明白。白木哥没回应他这句话，而是俏脸冰冷地说道：我是阴差阳错冲进去的，但你还远不到让我奋不顾身的地步。苏无忌微笑道：行，我知道你嘴硬，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行了吧？彼此沉默了几秒钟，苏无忌低头一看，说出了一句让白木哥很熟悉的台词：哎呀，尿袋一不留神锈满了。说着，他蹲到床边，打开尿袋，开始往盆里哗啦啦地放着。白木哥睁眼望着天花板，觉得很是无力。不知道为什么，听着这声音，
他的耳边忽然回想起当时和苏无忌一起在缅因的山坡上放水，后者问他为什么没有水流声了。我不需要插这根管子了，白木哥说道。你喊护士来给我拔喽。苏无忌一副霸道总裁范儿。不行啊，你必须好好卧床休息，现在一切都得听我的。白木哥淡淡道。你是我什么人？我凭什么听你的？苏无忌说道。就凭我是夺走你初吻的人。白木哥冷笑。我毫不在意。然而苏无忌却直接俯身亲了下去，一股温暖的气息瞬间涌入了白木哥的口腔。他那虚弱的身体仿若被施了定身法，骤然变得僵硬起来。苏无忌这次蛮不讲理的用自己的舌剑撬开了白木哥的唇关，而似乎由于身体比较无力，白木哥只是象征性的防御了1秒钟，便顺利让敌军深入了。这姿态像是直接放弃了抵抗。这一吻居然持续了足足1分钟。白木哥的手一直放在自己的身体两侧，始终没有去把苏无忌推开。苏无忌气喘吁吁地收起了嘴，一道透明的丝线从他和白木哥的唇间牵扯了出来。白木哥看着这连接两人的丝线，眼神平淡，面无表情，也没有伸手去抹掉。苏无忌擦了擦嘴，笑着说道：白木哥承认吧，你就是爱上我了。呵呵。白木哥一声冷哼。苏无忌不爽：你这嘴巴那么硬，我看看到底还能不能给亲软了。说着，他再度恶狠狠地吻了上去，又是一番唇枪舌战，你争我夺，激烈纷呈。白木哥嘴巴软没软不知道，但是身体倒是挺软的。然而紧接着他感觉到自己的腰间一凉，那软下来的身体骤然一僵。你！白木哥猛地攥住被单，常年握刀的指节泛起青白。因为苏无忌已经撩开了病床上的被单，把手伸了进去，轻车熟路地贴在了今天疗伤的位置。然而他愣了一下，问道：洗你毛呢？其实之前在直升机上疗伤的时候，苏无忌的手与白木哥的丹田位置紧紧相贴。由于手掌的宽度原因，当时他的半边手掌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一些疏影的实体。当时苏无忌心中满是对于白木哥人身安全的担忧，并未细细感受。此刻回想起来，仅从接触所带来的感受来看，草木的长势似乎远不算繁盛，反而有些娇小可爱和稀疏柔顺，和东亚叶黄的霸气阴狠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但现在白小哥居然出家了，难道在准备手术的时候被护士给剃了度？我今天给你疗伤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苏无忌忍不住地说道。这护士手欠啊，破坏了纯天然原生态的植被。上一次东方叶妹出车祸被送进医院的时候，虽然也插了管子，但没上剃刀啊。看人家北河省的护士多懂事。情感淡漠的白木哥这次难得脸红了，把手拿出去，他说道。本来如果苏无忌不是嘴欠的说上这一句，他可能也就默许对方的行为了。毕竟白小哥已经到了兴头上了，快要激动地哭出来了。可是现在气氛已经被打破，白木哥简直想把苏无忌给掐死。至于两人下次什么时候能进展到这一步，起码得等削发为尼的白小哥把头发长出来了再说吧，不然每次到这一步都会想起今天的尴尬画面，真让人头秃。苏无忌倒是很听话，
老老实实的把按着白小哥脑袋的手抽了出来，丝毫没有明白女生说不要就是要的真谛。这碧康总院的护士得给差评。苏无忌忍不住地说道。他还搓了搓手指，似乎在回想刚刚的扎手感觉。白木哥说道：我累了，想睡一会儿。苏无忌有点判断不准这是不是真心话，但看了看时间，他说道：好，你快睡吧。说着，他把陪护床拉开，直接躺在了病床旁边。如果有不舒服了，记得叫我。虽然这高级单人病房有一张宽大的沙发，但苏无忌还是觉得这么睡离病床比较近一些。至此，苏无忌也算真正的放下心来了。虽然由于护士用了剃刀，以至于现在的白木哥称不上毫发无伤，但起码意识还是比较清醒的，思维状态完全没有问题。白木哥听着一旁青年的呼吸渐渐平稳，自己却全无睡意。他在思考一个问题，自己为什么会冲进那粉色的毒雾里面去？真的只是因为觉得闭住气就没事了，还是因为一时上头没有多想？难道真的因为苏无忌让自己到了愿意为他奋不顾身的程度？不应该啊。但起码白木哥很确定的是，损失了6个得力手下，自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情感淡漠正依然存在，只是在事情关乎到某人的时候，他才下意识的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来。紧接着，白木哥的表情微微一怔，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有点奇怪，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在自己没有运转功法的情况下，体内的力量居然已经开始了自行流转，力量洪流所过之处，身体的虚弱感在迅速消除。直到天亮，白木哥都没有睡着，但他一点也不困，精神明显变得更好了，甚至连掌心都开始变得红润起来，毒素造成的影响已经完全看不见了。苏无忌起床之后顾不得洗漱，盯着白木哥的俏脸凑近看了半天，这才放下心来，说道：太好了，休整2天就可以出院了。现在的你真好看。晨光给白木哥的轮廓镀了层金边，连睫毛都染成了琥珀色。他眼尾那抹病态的苍白已彻底褪去，唇色也一直维持着早樱般的淡粉。白木哥听着这夸奖，迎着苏无忌的眼神没有说话，但唇线已然变得微微柔和了一些。而这时候，许家烟已经拎着早饭走进来了。他昨天晚上在走廊的躺椅上对付了一夜，一大早便出去买饭了。不过显然许家烟对苏公子在碧康总院的待遇还完全不了解，他这才刚刚进门，便有护士推着早餐车把各式早餐都给送进来了。紧接着院长便亲自带着一众专家前来查房了。与其说是查房，不如说是慰问。那对白木哥嘘寒问暖的劲儿，让一旁的护士都呆住了。等医生们离开，苏无忌把各式早餐在病床的小餐桌上摆好，随后说道：你先吃，多吃点，我出去买点东西。说完，他便跑出去了。许家烟知道白木哥想要独处，给他盛了一碗白粥后，便说道：木哥姐，我就在门口等着，有什么事你直接叫我就行。白木哥喝了一勺粥，看了看窗外的阳光，又看了看桌前那无比丰盛的早餐，眸光微明，轻轻摇了摇头。可惜了，这次没有驴肉火烧。过了2个多小时，苏无忌才满头大汗地回来。此时上午的阳光透过窗子漫入病房，白木哥正倚在雪白的枕间闭目养神。蓝白条纹的病号服
裹着纤薄肩线，领口处露着半截白玉似的脖梗，几缕青丝垂落在弥漫着淡淡消毒水味道的空气里，随着呼吸微微颤动。这幅场景确实很美，让苏无忌有些忘了呼吸。白木哥看着两手空空的苏无忌，淡淡问道：你买的东西呢？苏无忌说道：嗨，都送出去了。送给谁？白木哥问道。苏无忌一摆手，笑道：买了几束花送给这里最漂亮的那个小护士。白木哥的语气微冷。有多漂亮？苏无忌：快赶上你了。白木哥立即反问：那我怎么没有花？这下轮到苏无忌愣住了。你也喜欢花？白木哥的俏脸一冷：我不喜欢。我猜你就不喜欢。苏无忌说道：你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东亚叶皇喜欢刀枪还差不多，怎么可能喜欢花呢？不得不说，无忌少爷擅长布局，但却不懂女人心。白木哥的眼神之中隐现杀意，冷冷淡淡地说道：你说谁杀人不眨眼？而这个时候，院长带着一群身穿白大褂的专家走了进来。他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提着一个极为精美的礼盒，一看价格就很昂贵。院长说道：苏先生，您的心意我们已经收到了，但是这东西太贵重了，我们不能收。其他专家也连连推辞。苏无忌说道：各位专家千万别客气，你们救了我朋友的命，我感谢还来不及，区区一个礼盒又算得了什么呢？白木哥的眼神微动，原来这家伙之前跑出去并不是给漂亮小护士买花的，涉及到了男女之事，哪怕是大名鼎鼎的东亚叶皇，脑回路也有点容易堵。他在心中冷笑了一声，暗道：你又不是我什么人，凭什么替我感谢一声？院长说道：苏先生抢救白小姐，本来就是我们医院的分内之事，而且林董特意交代过，所以我们……苏无忌笑着说道：你们生下的不要推辞，傲雪阿姨就算知道也不会说什么的，更何况小白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谢谢各位医生。白木哥那淡淡的声音忽然响起。苏无忌听了这句话，倒是稍稍有点意外，白大小姐居然变得懂礼貌了。然而白木哥说完了之后，又看向了病房里的那个青年，眸光清凝，轻声补充了一句：也谢谢你。等医生离开之后，白木哥坚持把护士喊来，把某个细长的管子给拔了。在拔出来的过程中，他又控制不住地回想起来，上次拔管子的时候，苏无忌还问自己像不像手指刮黑板的感觉。于是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又从那冰雪肌肤之上冒出头来。陪你出去走走？苏无忌问道。碧康总院的花园景观极好，白木哥也有些异动，轻轻点头。他穿着一身病号服，被苏无忌扶着下了楼。花园小径铺满银杏碎金，白木哥每走一步，素色裤管便荡起涟漪般的褶皱。有风掠过桂花树梢，扬起他未系纽扣的领口，锁骨凹陷处盛着半盏摇晃的太阳，比手术室里冷光灯下的模样更添三分鲜活的美感。此刻的白大小姐不施粉黛，却宛若一朵冰山雪莲，秋意映在她的眸子里，再反射回来，似乎让这一片小天地的金秋都变得更加动人。这里比缅北的风情好多了吧？苏无忌有些感慨地说道。白木哥知道这句话意有所指，他淡淡说道：不要你管。苏无忌说道。
你要是这样，咱俩可就没法聊了。从现在开始，你的事情我必须要管，还要一管到底。一管到底这个词忽然让白木哥想起了刚刚被拔掉的那根管子，于是冷冷淡淡地说道：随意。说完，他扭头走向另一个方向。哼，这小妞脾气还挺大。苏无忌说着，立刻跟上。而这时候，一道男人的声音在前面响起来：我的天，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美女？一个年轻男人正坐在轮椅上，被一个身高力壮的男人推着。此时这青年看着白木哥，眼睛都快直了。苏无忌的眼神瞬间变得不爽，一把将白大小姐搂了过来。与此同时，一架从欧洲飞来的私人飞机降落宁海国际机场。被苏无忌突然一把搂过来，白木哥并没有反抗。他俏脸上的神情看起来仍旧清冷，但却扭头看了看那落在自己肩膀上的手，淡淡说道：轮得到你宣示主权。苏无忌呵呵一笑：呵呵，刚刚在病房里的时候已经用嘴巴宣誓过了。你用的只是嘴吗？然而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男人却直接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了白木哥的面前，完全无视了对方那被搂住的肩膀。美女你好，我叫柴成俊，最近打篮球崴了脚，在医院里治疗，不知道可不可以认识一下。这男人说着，扭头对推着轮椅的高大男人喊道：还愣着干什么？快拿名片来。是。那高大男人本来是被白木哥的容貌镇住了，听到自家少爷的声音，这才回过神来。他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名片盒，打开全是金光闪闪的名片。柴成俊双手举着名片送到白木哥的面前：美女，交个朋友。苏无忌直接伸手接过来，掂量着那名片说道：还挺重，镀金的。柴成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24K 的足金，我只有在重要朋友面前才会给出这样的名片来。平心而论，他长得还算得上帅，身形匀称修长，即便是穿着病号服，外面也披着一件昂贵的小众奢侈品牌的外套，发型是用发胶精心打理过的，尤其是从病号服袖子里露出来的那一只理查德米勒的 RM5601腕表，行情价足以抵得上宁海的一套复式大房子了。按照这家伙以往的经验，只要自己这一身行头亮出来，基本上就马到功成了。美女基本上都不会拒绝他，更不可能连号码都要不到。苏无忌看了看这名片，上面写着普康贸易集团董事长柴成俊。他顺手把名片揣进了兜里，说道：那谢了，回头我找个金店给卖了。说着，他搂着白木哥就要走。柴成俊看了他一眼，嘲讽地说道：看你缺钱的样子，这名片又不是给你的，我是给这位美女的。没区别啊。苏无忌说道：我是他男人，替他收了。说着，他那搂着白木哥肩膀的手沿着后背一路下滑，滑到了他的纤腰之间。白木哥的身体微微一僵，抿了抿嘴，但却没有挣脱。亲爱的，咱们走回病房。苏无忌的手在白木哥的纤腰之上捏了一下，还对柴成俊眨了眨眼，灿烂一笑。白木哥被捏了一下，仍旧面无表情。柴成俊看着此景，表情沉沉，有些窝火，心里满是醋味。那推着轮椅的高大保镖走上前来，低声说道：少爷，怎么办？柴成俊的目光一直落在苏无忌的那一只咸猪手上。我要知道这美女叫什么，查出他们在哪个病房住。这保镖说道：那简单，
我给护士长打个电话就行了。随后他直接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少爷，问出来了，病房号508，和您一样，住在高级病房楼。这保镖说道。名字叫白木哥。这名字还挺好听的。柴成俊说道。我不知道有多久没见过这样的极品了，这宽松的病号服都挡不住他的好身材啊。保镖笑道。少爷，老爷还特地交代我，让我盯着您，这几天安心养伤，千万不要碰女人，不然他会进了您的零花钱。柴成俊咧嘴一笑。我爸管得太宽了，我缺他那点零花钱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风格，不碰女人怎么能安心养伤？保镖顺口补充了一句。尤其是这么漂亮的女人。还是你懂事。柴成俊笑着说道。推我上楼，再叫几个人，咱们去那508病房坐坐。保镖笑道。也让刚刚那小子知道知道，什么叫做毕康集团太子爷。柴成俊很满意。陈明，我这一群保镖里就属你最上道，这2天的进账少不了分你的。这名叫陈明的保镖立刻深深鞠躬。少爷，我都想给您跪下了。柴成俊的心情又好了许多。这时候，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从保镖的手里顺手接过了轮椅，一边往前推着，一边说道。柴少，这次医院的采购分成全部从中间公司转进您的私人账户了，一共2400万，还有600万的零钱，我换成了现金，全部放在您的那台埃尔法里了。张部长，你很懂事。柴成俊微笑道。我会跟我爸继续建议，让你坐稳这个采购部长的位置的。谢谢柴少提携。是提携啊。这张部长犹豫了一下，说道。只是柴少，有件事我还是得跟您汇报一下。柴成俊说道。以咱们2个的关系，你有话直接说就行。这次采购的全自动生化免疫检测系统质量可能不太过关，调试的时候就出了几次故障。张部长摇了摇头，面有为难之色。接下来正式运行的话，如果故障率太高，我怕会有麻烦。柴成俊满不在乎的一摆手。嗨，我当是什么事儿呢？苏淮小工厂生产的仿冒品，贴着德国的牌子，和德国原装进口的真货能是一回事吗？要是没有故障率，那还是工业奇迹呢。张部长说道。我是担心这设备的故障率太高，会有人顺着往下查，那就让他们查，报关单和入境税单一应俱全，根本查不出任何毛病来。柴成俊眉头一挑，似乎有点不耐烦了。张部长，你要是再这么谨小慎微的，咱们以后可就不合作了啊。这张部长一听，立刻老实点头。一切都听柴少的，你这几年也捞了大几千万，怎么捞得越多，胆子越小了呢？柴成俊说道。如果有人想要查，就直接把名字告诉我，我把他踢出毕康医院，让他滚出宁海。是。张部长又推着轮椅往前走了一段，这才告辞离开。这个老张要是连设备出故障这种小事都压不下来，这个部长趁早换人了事，瞻前顾后，能成什么大事？柴成俊没好气地说道。多肥的差事，不知道多少人盯着呢。主仆2人进了高级病房区，在电梯里遇到了个漂亮的小护士。柴成俊说道。几天没见，被男朋友滋润的不错啊，这屁股好像又大了一圈。说着，他完全不在意电梯里的摄像头，伸手在对方大腿的深处上捏了一下。小护士被捏得身子一软，撅了撅嘴，娇声道。柴少的忘性好大呀，我昨天晚上还去您病房里探望您的。柴成俊笑道。原来昨天是你啊，
昨晚戴着口罩，我把你当成骨科的小刘了。小护士娇嗔道。柴少，您要是认错人了，我昨天晚上不就白忙活了吗？大腿到现在还酸呢。柴成俊又捏了一把，说道：今天晚上继续来啊，我在病房里等你。不过我的脚还没好，今天晚上得继续靠你全自动了。就在柴成俊和这小护士打趣的时候，一台从宁海机场方向驶来的迈巴赫已经开进了碧康总院。一见到这车牌照，医院的保安们立刻神情一肃，挺胸立正。车子开到哪里，哪里的保安就抬手敬礼。病房里，苏无忌说道：按照东亚叶黄的行事方式，如果以往有男人这么调戏你，你会怎么做？杀了他？白木哥淡淡说道：跟他睡觉。是。苏无忌一下子恼火了，咬牙切齿地说道：白木哥，你开这种玩笑就是挑战我的底线。白木哥，只有无能的人才会恼羞成怒。苏无忌直接把他推到了墙上，单手抄起他的腿弯，恶狠狠地说道：你再开这样的玩笑，信不信我在这病房里就把你给睡了？两人的这个动作有点复刻当时私房菜卫生间里的姿势。白木哥微微扬起下巴，盯着苏无忌的眼睛，眸子里带着冷笑和挑衅，那眼神似乎在说：谅你也不敢。别挑衅我，后果很严重的。苏无忌盯着对方的柔软嘴唇，心中一阵悸动，就要凑过去。然而这时候，病房外传来了敲门声。白小哥刚刚有点热，好像都要流汗了。而当敲门声传来，白木哥的眼神一下子冷了。苏无忌的手从弹嫩大腿上挪开，没好气地说道：妈的，谁不开眼的来打断？病房门被打开了，坐着轮椅的柴成俊出现在了门口，保镖陈明跟在身后。在他们身后还跟着几个保镖，每人的手里都拎着一个银色手提箱。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苏无忌冷笑道：柴大少爷消息挺灵通啊。柴成俊呵呵一笑，说道：看你说的，这碧康总院就是我家的后花园，我想要打听到白小姐的病房号，还不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苏无忌呵呵一笑：那你来这里想要干什么？柴成俊打了个响指：来，给这个见钱眼开的家伙来点视觉上的震撼。随着他话音落下，保镖们把几个手提箱摆在地上，全部打开，全部是一摞摞的100元现金，被透明塑封膜严严实实包起来的。这一包是10万，这里有30包。柴成俊说道：你拿着这些钱离开白小姐。这些钱都是之前采购部的张部长放进他的车里的，这张部长也是投其所好，知道这位柴少喜欢用现金砸人。苏无忌哈哈一笑道：这点钱就想打发我？你未免也太看清我和木哥之间的感情了。他其实真觉得这钱不少了，都够 DJ 喊上一声今晚全场由苏公子买单得了。哎呀，就柴成俊似笑非笑：你的胃口还不小，来吧，说说你的心理价位。在他看来，人都有个价，谈到这个份上，那白小姐基本上跑不掉了。苏无忌说道：起码你得去灵州的皇后酒吧先充值1000万。感觉到身边女人的眼神骤然变得冷了些许，苏无忌哈哈一笑：我开玩笑的，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木哥的，对吧，亲爱的？白木哥一声冷哼。柴成俊大笑道：你要是不离开白小姐，我就让你没法离开这碧康总院。苏无忌一听，兴趣顿时来了，笑容也变得浓郁了起来。
哦，你还有这么大的本事？你和毕康是什么关系？柴成俊说道。关你屁事，这也是你能打听的。一旁的保镖陈明说道。我们少爷是毕康太子爷，你知不知道这总院的设备有多少是从我们少爷的手里买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少爷每年能从这医院赚的钱是你一辈子都赚不来的？我们少爷但凡看上了这里的小护士都得睡。他的话还没说完，柴成俊就站起来，没好气地在他胸口上捶了一下。蠢货，有你这么拍马屁的吗？老子什么事情都被你抖落干净了。保镖陈明说道。少爷，我也没说错嘛，这毕康和您自己家有什么区别？整个医院都是给您打工的。柴成俊又笑了起来。整个毕康都给我打工，4舍5入的话倒也差不多。然而这时候，一道冰冰冷冷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我确实挺想知道毕康是怎么给你打工的。柴成俊扭头一看，眼睛里顿时爆发出了强烈的惊艳之色。这一刻，被惊艳到的不只是柴成俊，就连一贯对于任何事物都懒得关注的白木哥，此刻也是眸光微凝，红唇微张。站在病房门口的女人穿着冷蓝色套装，剪裁合体的线条沿着她鲜浓合度的身材曲线流淌，领口处雪纺衬衫的花纹如同冰川裂隙的纹路，银色的鹰羽胸针振翅欲飞，整个人的气质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洛神像。岁月似乎从不曾在她的身上留下任何的痕迹。她那眼尾微微上挑的凤眸如同冻湖表面碎裂的冰棱，长睫毛在瓷白肌肤投下青灰的影，红眸更像是极地暴风雪来临前的千云色。这一刻，冰山女神这4个字真正的具象化了。看着面前这位未曾被岁月留下任何痕迹的冰山美人儿，苏无忌的眼光里已经漾出了清晰的亲切与想念。在苏无忌见过的姑娘里，岳冰凌算得上是最冰山的那一个，可是同是冰山美人，同样是理性至上的完美主义者，可岳格格和眼前这位相比，却少了一些时间的沉淀，显得明显稚嫩一些。而眼前的这位更有一种此人只应天上有的感觉。倘若他的冰川化开，所流淌出来的那不一定是水，而是清冽又甘醇的美酒。苏无忌刚要出声，却见那位穿着冷蓝色套装的女人抬起了一只手，示意他先别出声。苏无忌便安安静静地站到了旁边，强忍着内心之中的荒诞感和八卦感，准备看好戏。白木哥轻轻抿了抿嘴，眸光清凝。他人生中第一次有了一种被比下去的感觉。不，确切地说，在他最初下意识地比较了一下过后，此时甚至已经生不出任何的比拟之心了。面前的冰山姐姐竟是让骄傲的东亚叶皇不受控制地产生了一种高山仰止的心情。柴成俊看了看白木哥，又看了看眼前这冰山美人儿，感觉到自己的眼睛都有些不够用了。这种人间顶级角色，平时几年都遇不到一个，今天居然在同一间病房里来了俩，这对于自己这献花必采的色中恶鬼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运气。那傻美女，你刚刚问我什么来着？柴成俊笑眯眯地问道。那冰山女人淡淡开口，声音清寒入骨。我听说毕康是给你打工的。保镖陈明说道。呵呵，整个毕康是给我家少爷打工的，这有什么问题？光是采购那什么免疫检测系统，我家少爷就赚了。柴成俊丝毫没意识到
危险将至。他拍了自己的保镖一下，说道：你废什么话，还不赶紧掏名片？这保镖立刻把纯金的名片掏出来，递给冰山女人。对方扫了一眼，冷冷说道：普康贸易集团。我们主要做医疗器械的贸易，和毕康有过多年的合作。柴成俊笑道：不夸张地说，这毕康总院的新址起码有一半的设备都是从我这里买的。冰山女人说道：那一定赚了不少钱吧？对方的绝美容颜上实在是没什么表情，语气中也没有半点波动，完全无法判断出真实的想法来。苏无忌说道：这家伙刚刚随手就扔出300万让我离开我女朋友，看来真从毕康赚了不少钱。白木哥看了苏无忌一眼，这一刻叶黄忽然觉得这个青年的出现让自己的双面生活好像变得有意思了许多。柴成俊得意洋洋：虽然这些钱是普通人一辈子赚不到的，但对我来说只不过是零花钱罢了。他随后微笑着上前，对冰山女人说道：美女，和我约会所获得的回报，包你满意。冰山美女的语气不咸不淡，似乎带上了一丝冷笑。哦，你准备出多少？柴成俊说道：只要你愿意开口，多少我都能拿得出来。你这么极品的女人，就算花1个亿娶回家也不亏。苏无忌强忍着笑意，早已经拿着手机把这对话录了下来，然后他把这段视频给老爹发了过去，还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配了一行字：爸，有人要花1个亿跟你抢傲雪阿姨，换作是我可忍不了。没错，眼前这位冰山女神正是毕康集团这个医药行业巨无霸的董事长林傲雪。林傲雪又看了看那名片，随后问道：你叫柴成俊，柴润德，是你的什么人？柴成俊笑道：你这美女的眼力劲儿可以啊，看来你还挺懂行的。柴润德就是我爸，也是毕康集团分管全国医院业务的总监。喂，你知道这个职位是什么样的含金量吗？林傲雪转脸看向身后的秘书，淡淡说道：给柴润德打个电话，让现在他来一趟毕康总院。柴成俊咧嘴一笑：怎么，在我面前这么装腔作势？我爸也是你能直呼其名的。不过看在你这小姐姐长得这么漂亮的份上，只要你跟我出去约个会，我就可以原谅你了。这家伙在毕康医院实在是调戏姑娘习惯了，顺口就撩拨两句，已经把出现在这医院里的所有漂亮女人当成是他的人了。林傲雪的眸中满是清冷之色，又对秘书补充了一句：让宋彦昌也来这里，5分钟之内到不了，他就地辞职。柴成俊实在忍不住了，哈哈大笑：喂，美女，你知道宋彦昌是谁吗？他可是这毕康总院的院长，就算你长得很漂亮，也不能在我面前这么装啊。我在毕康还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真是快笑死我了。林傲雪淡淡说道：那你可以记个时，看看宋彦昌能不能按时到达。柴成俊笑道：好啊，咱们可说好了，要是宋院长不来，你可就是我的人了。说着，他打开了手机的秒表界面。林傲雪压根没理他，而是站在门边静静等着。然而2分钟才刚刚过去，一道气喘吁吁的声音便远远地响了起来：林董，抱歉，我之前不知道您回来了。那擅长拍马屁的保镖陈明呵呵笑道：随便找个人来冒充宋院长。柴成俊的脸色则是一变，因为他真的认得宋彦昌，他知道对方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紧接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老人便一路小跑的来到了病房门口。正是之前参与对白木哥抢救手术的宋院长。这老头现在还没搞明白，为什么对自己一贯不错的傲学董事长，今天居然能说出5分钟不到就辞职的话来。林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您先别急。宋彦昌还以为白木哥那边病情复发了呢，可是看到小白姑娘正好端端地站在病房里，他就更懵逼了。而柴成俊更是一脸懵逼。林董，老宋，你说的是哪个林董？苏无忌乐呵呵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还是把嘴巴闭上，自求多福吧。林傲雪淡淡说道。宋院长，总院最近是不是进了一批设备？宋彦昌如实说道。是的，确实是进了一批设备，但我并未插手。你是总院院长，医院采购设备，你不过问？林傲雪淡淡反问，这清淡的话语却透出了无形却强悍的压迫力。那种凌厉与清冽似乎让整个病房的空气都凝固了。宋彦昌连忙说道，这种采购都是集团主管医院业务的柴润德总监来直接安排供应商，我虽然是院长，但确实被绕过去了，平时确实更多的把关注力放在学术上了，我检讨。林傲雪的眸光清冷，显然听出了这句话里的欲言又止，说道，我在欧洲的这几年，柴润德已经这么一手遮天了。柴成俊指着他没好气地说道，你到底是谁啊？敢这么对我爸直呼其名？什么林董必康，有这个人名吗？他已经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但是满脑子都很混乱，还分不清具体的情势。而这时候，那个擅长拍马屁的保镖陈明已经按捺不住地开口了。你算什么东西？怎么跟毕康太子爷说话呢？知道在这毕康总院里得罪我家少爷是什么后果吗？这陈明说着往前走了2步，要把林傲雪给推出去。此时站在林傲雪身后的2名保镖手已经放到了腰间，眼睛里已经杀意凛冽。然而这陈明却忽然感觉到有一个人把自己从后面扣住了。你又算是什么东西？苏无忌嘲讽一笑，抓着这保镖的后脖梗一路提到了窗边，把他顺着窗口就丢了下去。这是5楼，虽然下面是假山水池，但这么摔下去，落地角度不好的话也得出人命。保镖的身体重重砸在水池里，溅起了巨大的水花。最主要的是，这水池只有1米深，水底还是石头嶙峋。这保镖的身体素质倒是相当不错。10几秒钟之后，他艰难地从水池中爬了出来，随后又扑倒在地。仔细看去，他已是满头满脸的鲜血，胳膊和腿都明显摔得弯折变形了。柴成俊见到自己的保镖被丢到了楼下，忍不住地打了个哆嗦。你们这是要杀人？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时候，走廊里传来了一道喊声：林董，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来了。听到这声音，柴成俊浑身一震，因为这是自己老爸。柴润德本来正在医院办公室，想要见一见采购部门的人，结果接到了董事长秘书的电话，立刻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由于双腿发软，路上还摔了2跤，西装裤上的灰尘都来不及拍掉。他站到了病房门口，紧张的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爸，你怎么来了？柴成俊说道。柴润德一见到儿子，立刻高声说道：混蛋，真是你冲撞了林董。
苏无忌嘲讽地说道。你儿子自称毕康太子爷，要花1个亿娶了傲雪董事长。柴润德觉得自己听到的简直不是中文，这实在太扯淡了。看着那冰山女人，柴成俊的眼睛里满是震惊。什么？你的名字不叫林董，你是林傲雪？柴润德快步走到儿子面前，重重一巴掌就抽了上去。混蛋！你平时教女朋友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怎么连林董事长也敢冲撞？柴润德气得肺都要炸了。我抽死你个混账东西！林傲雪懒得看着父子演苦肉戏，淡淡说道：柴总监，旁边有空的病房，你去那边。什么时候把儿子教育好了，把该吐的钱都吐出来，什么时候再出来。这语气里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不容置疑。他怎么可能是林傲雪呢？柴成俊仍旧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混账蛮夷，给我滚出去！柴润德一边把儿子往外踹着，一边连连道歉。林董，对不起，实在是我教子无方，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林傲雪身后的2个保镖直接把这一对父子拖到了隔壁病房里，砰然把门反锁上了。看着这位冰山总裁简单的几句话，就让一手遮天的柴润德父子吓得屁滚尿流。白木哥忽然觉得自己似乎很神奇地感受到了一股榜样的力量。所谓的东亚叶皇，在这位冰山女神的气场面前，好像变成了一只东亚小鸽子。等病房里安静了下来，林傲雪走到了苏无忌的身边，面部线条稍稍柔和了一些，说道：我本来正在欧洲，听说你的朋友小白出了事，刚刚才回到国内。苏无忌刚要说什么，就听旁边的白木哥率先开口了：谢谢姐姐，你真厉害。要是白旭阳在这儿，怕是眼珠子都得掉下来。在他的记忆里，骄傲的老姐这辈子就没主动夸过同性。然而林傲雪听了，俏脸之上的表情陡然间变得生动了一些，似是有些哭笑不得。你喊我什么？白木哥。姐姐喊错了吗？的确，这2人站在一起，确实像是一对姐妹花，根本看不出来多少年龄差。苏无忌哈哈大笑，随后用手戳了白木哥的肋间一下。你得跟我一起喊傲雪阿姨。白木哥看了他一眼。我又不是你的什么人，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喊？我就喊姐姐。哪怕是毕康的传奇董事长，此刻被人喊姐姐，心情也是很好。林傲雪轻笑着问道：小白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姐姐好很多了，谢谢你们救了我。白木哥说道。林傲雪微笑道：你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你旁边这位真正的毕康太子爷吧。白木哥稍稍愣了一下，比他惊讶更多的则是苏无忌本人。他瞪大了眼睛说道：傲雪阿姨，您别开玩笑啊，我什么时候成毕康太子爷了？